亦从5000多年中华文明走来，你从500多年社会主义走来，你浸润东方的智慧，你弘耀真理的光辉。何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你们的相遇，写下最美的答案。香烟火柴，香烟火柴，香烟火柴。先生，香烟火柴要不要来一个？哎，你应该选传统图案的。我认为啊，近代列强入侵已经证明了传统文化它没有用。我们必须承认啊，我们百事不如人。你看啊，机械上不如人，物质上不如人，还有社会、政治、道德那都不如人。不如啊，全面学习西方。无人非西方之人，无地非西方之地，无食非西方之食。我认为应该尊孔复古。不，学习西方，以儒治国。学习西方。这个问题，您怎么看？可能是因为我说过武从周，有人便说我是复古派。其实我知道，您是不主张因循守旧的。那么，如果全盘西化，您能接受吗？古今中西之争，历来特别是近代以来，一直是争论不休。而你我的结合，实际上已经破除了这个争论。不过，究竟是如何结合，很多人不甚清楚啊。那么，今天咱就好好聊聊吧。啊，讲堂有请。诸位好，二位先生早。大家知道啊，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啊，其实我们共产党人并没有直接提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这个命题。可以说，两个结合是新时代以来的理论上的一个重大的发展。这就像是攀登一座理论的高峰，山顶就是第二个结合。我们不妨来回顾一下总书记的探索历程。2013年11月26日，总书记去了曲阜。这地儿到底多大呀？约15万平方米，全世界的孔庙，这里是最大最古老的。夫子当年住这么大房子？不，只有3间。2000年以来呢，孔庙总共是经过了15次的大修、31次的中修以及上百次的小修，才达到了今天的规模。哦，这孔庙空气是不错啊。是的。你觉得这里最能代表孔夫子的是什么？那必然是一棵树呀。先师手植桂，相传这是孔子亲手种植的。那这植字为啥多一竖啊？这是明代文人杨光训的手书。相传孔子一共种了3棵桂树，后来两遭火灾，到清代雍正年间，几近枯死的树桩上又发了新芽，长成了今天这样。我家的这一树就是老树开心枝呀。果然是文人笔下无错字呀！就像咱们的传统文化发展到今天，不也是老树发新枝吗？植。这里是这面墙呀。话说在秦始皇焚书坑儒之际，孔子的第9世孙孔父便将家中珍藏的典籍偷偷地砌到了孔子故宅的墙壁中。到了汉景帝时期，鲁公王为了扩建别宫而拆除了一道旧墙，在墙当中呢发现了
尚书》《礼记》等一些经典的著作。鲁壁藏书的典故就是从中而来。哦，原来这墙壁里藏的是中华文化的种子。想问一下，10年前，也就是2013年，习总书记到这儿的时候，都考察了哪些地方？第一个是去了孔府档案馆，第二个是去了孔子研究院，并且在研究院，总书记亲自主持召开了座谈会，对我们一一握完手。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我21年前来过曲阜，那我这次来曲阜，就是体现中央高度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体现出要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决心，释放一个信号，大力的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从2500年前把进度条拉到今天。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说对中华文明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一棵长在历史深处的树，终究会郁郁葱葱；一本藏在岁月墙壁的书，终会在后人手中连接过去。如果说文明是一道光，那这道从孔府中映射的光，不仅照耀着当下的我们，也会照向遥远的未来。夫子，您的故宅真是文化圣地。先生过奖了，这有赖于后人对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弘扬，他们大大的发展了我的学说。这一次曲阜之行，习近平总书记得出一个结论，他说，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以及在此基础上传承发展起来的儒家思想，对中华文明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次在曲阜啊，习近平总书记还说了一句非常深刻的话：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强盛，总是以文化兴盛为支撑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以中华文化发展繁荣为条件，这是站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高度来看传统文化。可以说，文化的复兴是民族复兴的前提之一。凡是抛弃历史和优秀文化的人，最终都会被历史和文化所抛弃。我的文化观是根植于社会生活的。我说过，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文化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只要有文化和精神的存在，整个民族的魂就不会丢失，就能延续下去。当一个人呢没有了魂，没有了精神以后，他自然是立不起来的。所以啊，我们说文化虚无主义的危害是极大的。所以在曲阜，习近平总书记啊就发出了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号召，并且首次提出了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要求。老师，现在这个时代，数字技术、人工智能都在飞速的发展，查阅资料、办个事情，一个 app 就可以解决。很多传统文化好像离我们的日常生活越来越远，真的还有必要去弘扬和发展吗？实际上，这个同学问的这个问题啊特别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今天还有没有必要？那么我们看到的是科技的进步，但是科技进步的背后缺少的是一种精神层面的构建。比如说很流行的一句话叫包治百病，没有什么问题是一个包解决不了的，但是买了一个包，你是不是就快乐呢？那个快乐是极其短暂的，一下子你又变空虚了。就像叔本华讲的，欲望得不到满足的时候是痛苦的，欲望一旦得到满足就是空虚的。人生就是在痛苦和空虚之间来回摇摆。为什么？因为你把人的需要完全定义为了物质的欲望，但是实际上人的需要还有一种精神的需要。我赞同，传统文化对今天的益处之一，就是帮助建构国人的精神世界。我们生而为中国人，最根本的是我们有中国人的独特精神世界。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
是人民的精神家园。没错，那么中华5000多年文明啊，是一个巨大的宝库。古人的智慧是留给今天最可宝贵的遗产。过去啊，我们都是讲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那么2016年的5月17号，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又提出来，说到底是要坚定文化自信。文化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那么在这之后，仅仅8个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啊，就印发了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意见的第一句话就是刚刚说到的3个更。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高度，我们可以看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性。2019年8月19日，习近平总书记又去了一个地方，这个地方他曾经深情地形容：“我心向往之。”我们从江南高沿着这个丝绸之路，一路上都可以看一看。对，孩子们可以这个长见识。张骞出使西域。哦，这个张骞了。对对对。这是什么时代画的？初唐画。这是在历史上最早出现张骞出使西域的故事。公元366年，云游四海的乐尊和尚踏着黄沙来到敦煌，莫高窟的营建就此开始。从公元4世纪至14世纪，1000多年间，一代代人开窟造像，成就了敦煌这座举世闻名的艺术宝库。我就被划在敦煌735窟的第323窟中。敦煌壁画记载的是张骞第2次出使西域。大家看，画的底部正是张骞辞别汉武帝出发西行的场景，左上角是张骞到达大夏国的场景。这就是中华文化与异域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啊！世界市场和世界历史进程，能够极大地促进民族间的交往，这也可以看出中华文明的包容性。类似的例子在敦煌还有很多。我的故乡虽然在印度，但形成现在这样没有翅膀、不生羽毛、没有圆光而凌空翱翔的形象，却是佛教天人和道教羽人、西域飞天和中原飞天融合的结果。习近平总书记在敦煌考察的时候啊，提出我们区别于其他国家和民族的根本特征，正是在于中华文明5000多年绵延不断、经久不衰，在长期演进的过程中，形成了中国人看待世界、看待社会、看待人生的独特价值体系、文化内涵和精神品质。可以说啊，习近平总书记经过长时间的持续深入思考，在敦煌找出了中华民族的根本特征。季羡林先生啊，曾经说过一个观点，他说，世界上历史悠久、地域广阔、自成体系、影响深远的文化体系只有4个：中国、印度、希腊、伊斯兰，再没有第5个。而这4个文化体系汇流的地方又只有1个，就是中国的敦煌和新疆地区，再没有第2个。可见敦煌至于中国和世界古老文化体系的重要性。对，这个陈教授讲得太好了。实际上您刚才讲的这一段就是说明了我们中华文化的突出的连续性。我们有时候想到没有中断，有些人说有什么了不起，但是各位要知道，就是文明的中断在世界文明史上它是一个大概率的一个事件，而独中华文明能够绵延不绝，我想
奥秘还是在我们从秦汉以来成熟的制度，以及以坚持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这样一个精神谱系。文化的力量是强大的，从历史可以看出，罗马帝国灭亡了以后，就再也没有罗马了，而唐朝灭亡以后，依然有中国，一直到现在。就像敦煌的艺术，从前秦到现在，是接续了1600余年的美的历程。好，那么我们继续循着总书记的足迹啊，探寻中华文明的奥妙啊。2020年的9月17号，习近平总书记啊来到了长沙的岳麓书院，也就是陈教授工作的地方啊。据说您还是在现场啊聆听了总书记的指示。总书记讲啊，岳麓书院是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一个重要的策源地和有重要影响的地方。当时下着绵绵的秋雨，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岳麓书院考察和调研，原定时间是25分钟，但是后来用时差不多是75分钟。你们一定会不负时代的重托，不负青春，不负韶华，走好人生的路，系好人生的第一颗纽扣祝你们成功。我们可以看得出来，总书记对岳麓书院是充满深情、充满关切、流连忘返。宋代创建以来，岳麓书院就以培养经世致用、传道积民之大才为己任。没错，我就主张知行并发，知与行要紧密结合。湖湘文化具有非常强大的影响力啊，屈原五江上峡而求索，塑造了经世致用的最早的思想内核，是用生命去追求甚至殉道的理想的浪漫。从曾国藩等人最早创办洋务事业，提倡实业救国，到左宗棠60多岁抬棺出征啊，收复新疆，就彰显出了湖湘文化经世致用、心忧天下、敢为人先、敢打硬仗的优秀的传统和精神的气质。钟院长，您刚才提到的王夫之、曾国藩、左宗棠等等这些赫赫有名的明清以来的对中国历史产生了重大影响力的这些人物，可都是毕业于我们岳麓书院。毛泽东曾经寓居岳麓书院，时间长达1年半有余。刚才钟院长讲到的湖湘文化的那些重要的特质，它本质上已经不是一种地域性的文化，而是道南正脉，是中华主流文化的一种重要的形态和重要载体，是中华文化核心道统的一种传承。所以习近平总书记在岳麓书院首次提出要把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同我们5000年的文明结合起来，强调要把真理本土化，要传承和弘扬好传统文化。可以看出啊，其实两个结合已经呼之欲出了。到2021年的3月22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了朱熹园，对两个结合中的第二个结合，也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又有了新的观察和思考。如果没有5000年文明，哪里有什么中国特色呢？如果不是中国特色，哪有我们现在这么成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是朱熹的四书集注，其中有一句话：“国以民为本，社稷以为民而立。”这句话就挂在朱熹园仁智堂前庭对面的墙上。习近平总书记走到这里的时候，曾经停下来驻足观看。
这句话是我在注解孟子民为贵思想时所提，强调民本的重要性。这还是从民为邦本而来。我也说过类似的话，民以君为心，君以民为本。没错，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人民才是真正的英雄。总书记来到朱熹园，为什么要驻足观看这句话呢？因为从这一句话中，我们可以看到传统文化对中国道路和制度的重要的影响。譬如就像马克思主义的人民观，它激活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民本思想，从而形成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我们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是偶然的，是我国历史传承和文化传统决定的。实际上，总书记在这里啊，特别强调的就是我们中国特色的来历，中国特色的根源，特别是它的文化的根源。可以看出，第二个结合表明我们党对中国道路、理论、制度的认识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那么3个月以后啊，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的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就正式提出了2个结合：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从实践中总结规律，进行理论创新，再用理论去指导实践，夫子，你我的结合意义重大呀！在这之后，2个结合被写入了中共中央关于党的100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当然，总书记对第2个结合的探索还在继续。2022年6月8号，总书记来到四川省眉山市三苏祠，苏家一门三父子位列唐宋8大家，备受推崇。在这里，习近平总书记说，一滴水可以见太阳，一个三苏祠可以看出我们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我们说要坚定文化自信，中国有三苏，这就是一个重要的例证。为什么总书记在这里又一次强调文化自信呢？这里的文化自信啊，和我们之前讲的侧重点又不一样，是要在敬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坚定文化自信。我们举个例子啊，过去有人一提到马克思主义，就说我们是学徒；一提到中国的传统文化，就说那是把中国的封建礼教和中华的文化画上等号。封建礼教怎么能等同于传统文化？我看你们也不只是学徒这么简单，你们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这就充分体现了你们的自信。对，所以现在呢，我们不仅要大力的弘扬优秀的传统文化，其实更要明确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主语是中国。第2个结合不再是被动的，而是我们要主动的去实现2者的结合，推动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和时代化。其实我理解这里强调的背后的更重要的一个点，就是要强调我们要有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妙哉！第2个结合巩固了我们的文化主体性。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就是这种文化主体性最有力的体现。那么在2022年的10月份我们党的20大胜利召开，2个结合也写入到了我们党代会的报告。那么20大闭幕不到1周，习近平总书记就去了2个地方。
这2个地方也很有代表性啊，一个是陕西的延安，另外一个就是河南安阳的殷墟。那么总书记去这2个地方是有深意的，一个是为了延续我们党的文化基因，而另外一个就是为了探寻中华文明生生不息的密码。接连去这2个地方啊，这恰恰是第2个结合的一个重要的体现。特别是在殷墟，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了要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重大命题。这个命题呢，后来在6月2号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总书记又给予了更加充分的强调和阐释。我们通过挑选几个有代表性的地点，能够发现习近平文化思想不断的深化发展的一个脉络。其实新时代以来的结合之路啊，远不止这几个地点。我们做了一幅动态的文化足迹图，可以更直观地展现这一思想的旅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必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增强文化自信，围绕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增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刚才啊，我们回顾了总书记的这条结合之路，而结合之路的背后，其实就是结合之道。这个道是什么呢？就是创新。更具体的说，就是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理论创新必须讲新话，但又不能丢了老祖宗。当年戈尔巴乔夫强调所谓的新思维，实际上就是丢弃了老祖宗，自以为找到了所谓的新路，可事与愿违，走向了穷途末路。是教训十分深刻。这实际上就是我们为什么要提2个结合，特别是强调第2个结合的背后的大道。这个大道也就是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我们在新时代新征程上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和科学行动指南，是我们在文化方面的根本遵循。我赞同，你们运用我的理论，但更需要创造新的理论，产生自己的理论家。因时而变，我们的传统文化中也有很多这样的论述。知道者必达于理，达于理者必明于权，明于权者不以物害己。道莫胜于虚实。实际上，庄子和王夫之的这2句话强调的都是理论要跟随时代和实践的变化而不断的创新。我们说新时代的伟大变革，充分证明
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完全正确、大有可为的，充分证明第二个结合的提出是历史的召唤，时代的必然。感谢二位先生，本集结合之路就到这里，下集别开生面，再见。这一季呢，讲述了我们民族的童年时代，用视觉的或者说视听综合艺术的形式，把它呈现出来。那么做这样的一个工作，确实可以增强我们的文化自信，也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让我们永远不忘记自己的历史。